我儿子张拿铁，爸爸是加拿大人，但是一句英语不说这个事儿，到底是因为啥？我心中其实有个答案，但是我没跟你们说，你们帮我分析分析，看有没有道理。我觉得啊，张拿铁压根儿就没把他爸当爸，甚至他都没把他当人类，他一直把他爸当成了一个宠物。我是有一定论据的，你们跟我细品。你们知道张拿铁1岁半之前是在铁岭跟我妈一起住，在铁岭这边土地上啊，他不但没听过说整段英文的人，就连那种就说中文咔嚓就加几句英文，就让我们来 check 一下他 base 在哪儿，那类人他也没见过。然后突然间在拿铁1岁半时的一个初秋，他爸出现了，然后拿铁就从铁岭搬到了北京的一个新的房子里，在这个房子里就有这么一个白胖子。在拿铁的视角里，他不光长得不像个人类，他还不说人话，就一直在发出很多奇奇怪怪的声音。那是什么？而在此之前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拿铁1岁半之前在铁岭的时候，我妈养了一条狗叫玲玲。玲玲的特点是白毛，很胖，爱叫，喜玩耍。然后拿铁刚认识他爸的时候吧，不管他爸叫爸，叫名。有一次骑着大胖雪脖子下楼玩，拿铁就看着旁边有俩小孩遛着狗疯跑，拿铁就拍了他爸一下头说：“快跑 ，Jimmy！” 那个时候呢，我还没有产生这个联想，但后来有一次，大胖媳妇带着拿铁到楼下小广场玩，一群孩子都带着他们的爱宠围在一起，拿铁突然回头看了他爸一眼，说 ：“Jimmy， 握手。”握手。他爸也没懂啊，乐呵就握手了，以为父子关系在逐渐亲近呢。结果拿铁说 ：“Jimmy， 坐。”大胖姐说：“啊，谢谢拿铁，爸爸在坐着呢。”我当时后背一身冷汗呢，我想说，该不会这孩子要的坐是用后腿那种的吧？用后腿那种的吧？哎，你们品是不是很有可能？当时拿铁心中的爸爸是一只前腿握手、后腿坐的爱宠。我就发现，其实拿铁对这个庞然大物啊，他是非常喜欢的，但是他选择和他相处的方式，完全是模仿我妈和玲玲的方式。玲玲胖，我妈怕她热，天一热就领她去那个宠物美容院，告诉人家说给搅光光，要不狗热。我家人都逗这个事儿，玲玲又要搅光光了，又要搅光光了。然后有一次在铁岭，我老公要去剪头，带着拿铁去的。我老公汉语不好，到那叽里哇啦说一堆，人理发师也没太听懂。结果拿铁直勾的看着理发师，给 Jimmy 搅光光。我的这个观察和猜测啊，做一个秘密被我尘封了。我觉得大胖媳妇如果知道自己老带着儿子下楼玩，其实是被儿子溜，心里可能挺难受。但也就1个月吧，拿铁跟他爸熟了以后，就不让他爸表演握手了，明白了那是爸，但是依然坚决拒绝用英语沟通。我跟大胖媳妇说，你如果想打破这个文化壁垒，那只有你把汉语学好，没别的招了。我说你曾经因为不说汉语付出了很惨痛的代价，等你老了我再慢慢跟你说，你都先过去。你可以用我们的语文。这套书是新华出版社和猿辅导联合出版的，跟着新华社的文章感受一下人家怎么用的汉语。听说现在还行，你跟着写作的书学学写，咋找灵感，咋动笔，咋用词儿。阅读书也把每周要读什么给规划好了。所谓嘴笨手笨，都是脑子里储备量不够，听不懂的直接老师给你讲。但是我发现吧，大胖姐确实是在学汉语，但是他复习知识点的方式非常另辟蹊径。比如他老接着诈骗骚扰电话，但是他就是不挂。人家说，先生，您在我们的平台上获得了多少的提现额度，您如果下载什么，您就可以什么，从而享受3年内免利息、减免部分贷款等政策。他就搁那哇啦说一堆，给骗子都闹疯了，诈骗犯都不适应了。这个用户不会是要给账号信息了吧？结果他这边呢，就跟咱们小时候练英语听力似的，他就逮着一个词儿听懂了。哎，我听懂了那关联词从而，你给我打电话，从而骗我钱，从而我报警，从而把你抓去。你说俺家张大铁到底能不能听懂英语？张大铁不会说英语这个事儿大家已经知道了，但是他到底能不能听懂一些呢？我现在也懵了。张大铁他听不懂英语的时候吧，很多时候你看不出来，因为他会装英语菜，但是态度好。你看他姐每次批评他的时候，他就听着，从来不顶嘴。Why do you always play？ 那眼神跟他爸被我批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哎，就那么看着你。我跟你说多少回了？我跟你说多少回了？这好可爱。这爷俩一样，他就是没听懂。两个男人貌似绅士的眼神，背后是一模一样的心理活动。这女的在说啥呢？但是你说他俩真的啥也听不懂吗？我发现也不是。Natalie, you need to pick me up from my school bus so you can say hello to my friends Nola and Bianca. Natalie, if you come, you can have dumplings, okay? Noodles! What about 韭菜的？韭菜不可以，我现在知道。所以你看啊，张大铁和他爸是一样的，他们是选择性的。你说他啥也听不懂吧？还真看这事儿他想不想听，想听的他也能听懂。以前我听过别人说孩子是折射父母的一面镜子，我还不咋信。但是你看张大铁和他姐的相处模式，就能看出来父母给孩子影响有多深。最近温迪回去之后，就一直给我打电话，说他还要来，跟我说还有2个月就进入了2024年，他又生成了新年假，可以立马过来。给大胖姐愁完了，就一直不回他妈信息，温迪就天天给我发。你说我啥时候来？咱们一家人一起步入龙年。所以最近我可有招治大胖媳妇儿，她只要不听话，我就说你不听话，我把你妈叫来，立马好使。我刚搬家，上我帮你干活呢。为啥？你不听话，我给你妈叫，我现在叫。
立马就来了，但其实也累不着他。咱家有德尔玛免维护洗涤机 P60 Max， 自动加水排污，自动洗护水箱，完事自动70度5分钟烘干滚刷，还能 APP 远程遥控，全程免维护，拖完放下也不用管，2万帕大吸力，拖地又快又干净，性价比还高。这一招对张打铁更有用。Daddy told us to clean the floor. You do it. 我不会。I will call Nana and Nana will come kiss you. Joey, Nana. 我就跟早达说，我说妈跟你说点掏心窝子的话啊，这个男人呢，他有时候是真听不懂，有时候是装听不懂，还有时候他就是不想听。语言上的威逼和行动上的利诱都需要有，才能将其制服。比如妈妈每次见你爸，浑身都是包子，就这种猪肉和大葱的混合香氛非常好使，让你爸自己都没明白咋回事呢，就五迷三道的。只要妈妈在身边，他整个人就很开心。语言的教唆是有一定壁垒的，但好吃的美食是打破一切壁垒的。早达都听了，但是我忘了跟我这傻闺女说，你拿好吃的驯化男性，前提是你得拿他觉得好吃的。那是狗狗又把球抽了，你能打扫的话就给你这个。来臭的，你狗把袋子臭，我不吃这个呢，他妈呢，他妈呢。哎呀妈，逗死我了！你家张拿铁，我跟你说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拿铁，你奶奶、你姑姑大老远从加拿大来了，你怎么着你也得象征性的跟人说1-2句英文，得说2句。然后他在指导下哈，他还真说了，但是呢，他姑没听懂，他就不乐意了。我给你看啊 Hello, Nadia. How are you? 拿铁，你说 I'm fine, thank you. 我哈啥球？ I'm fine, thank you. 我哈啥球？啥球？然后我们上车，他姑就跟拿铁说 I don't think you're speaking English. Don't think you're speaking Mandarin. I don't understand whatever you're saying, buddy. 那扣姑姑说，你说汉语他听不懂，你说英语他也听不懂，你说啥他都听不懂。快说个图。张拿铁今天第2次去幼儿园面试了，面试的结局把所有人都整懵了。大家知道，张拿铁因为不会说英语，上次被双语幼儿园无情拒收，在人类混血儿发展史上刻下了一个烙印。这个事儿呢，大家都很急，只有孩子他爸不着急。这次是大胖媳妇找的幼儿园，就在家楼下。他说啥幼儿园都一样。温蒂听说孙子上次被拒绝，非常不服气，今儿个一定要一起去。但是温蒂不知道，这次我们面试已经换了学校了，他以为是2杀上一个学校呢，所以劲儿贼大，摇人摇来4个，进屋直勾的瞅着老师，那种感觉就是，你看我们都长这样了，你还不相信我孩子会说英语？但是我在教室外头观察一会儿，我发现了这个幼儿园呢，他自称是双语幼儿园，就一个外教，还是个俄罗斯人。我跟这个朵夫斯基先生啊聊了一下天，我发现他英语水平其实跟我爸爸没差多少。我就问老师，我说那俺家拿铁去的这个班级主要是说什么语言呢？老师说这个低龄小班呢，现在就1个学生，加上你儿子呢，一共2。这个班级最后到底说什么语言呢？那就看这俩孩子哪个性格强呗。我望向窗外那个跟张拿铁同班的乌兹别克斯坦女子，我已经能看到她不出3岁满嘴铁岭话的样子，满嘴铁岭话的样子。温蒂给拿铁恶补了一整天日常英语啊，临时抱佛脚。早要打也一直给拿铁小技巧，告诉他弟弟如果忘词儿了就说 you know yeah， 这俩水词儿就能马虎过去。老师都要进屋了，还在恶补，我在外边看着我都有点心疼了。我得赶紧买点好吃的犒劳一下孩子。平时一给拿铁买啥吃，总被他奶奶无情分享。这次中秋我在抖音商城给他买了蟹太太大闸蟹，因为外国人他不会吃螃蟹，还有各种团圆礼一键立减，赶紧左滑进抖音商城或点击评论区送超值好礼。面试环节到了，张拿铁这阵势这排面。但是我跟你说，语言这玩意儿啊，真不能死记硬背。这是张拿铁的面试 solo。My name is Jane. My 话 is Jamie. Great. My 话 is Good morning. And you? My 妈 is 太爷。You know? I want for you. Oh yeah. 联系成语。You know? You know? 再去。我大哥哥。没想到的是哈，张拿铁这驴唇不对马嘴的英语演说，外教还没等他说完呢，居然高度赞赏，非常棒 ，amazing， welcome to our school。我一看那外教满脑袋是汗，我发现这外教他其实懵了。外教肯定寻思这孩子长得英语肯定没毛病，他后边站的一排人，那家庭背景英语更没毛病，那他肯定是没错呀。我听不懂，那肯定是我的错呀。张拿铁被一顿夸也懵了，不都说我英语不好吗？但是面前这个男人他夸我英语好啊，那他长得英语肯定没毛病啊，他肯定没错。别人听不懂，那就是别人的错。温迪大胖媳妇和我俩小姑子更懵了，哪里有 amazing 啊？为什么我们说英语的人听不懂啊？于是两个都不会说英语的老外在说英语的问题上就这样认可了彼此，而那些真正说英语的人开始质疑自己的英语了。走的时候问大胖媳妇，我说你担心你儿子英语有俄罗斯口音不？大胖媳妇说，我更担心那个乌兹别克斯坦女孩的铁岭口音。